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关系到咱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命长度。它就像是我们身体的第二条生命线，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我们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转身。俗话说得好，脊柱健康，全身无忧。这句话绝对不是虚言，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您可以把咱们的身体想象成一栋高楼大厦，而脊柱就是这栋楼的钢筋架构，是整个建筑物的骨架。如果这个架构是笔直的、稳固的，没有任何缺陷，那么楼里的每一条管线，也就是我们的神经和血管，就能通畅地传递信息，顺利地运输养分。可如果这个架构歪斜了、压扁了，甚至轻微错位了，那管线就会被挤压、被卡住，最后楼里的住户，也就是我们的各个器官和系统，就都会开始闹脾气。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脊柱问题。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脊柱问题，那是去医院做个 X 光才能诊断的事，自己哪能感觉得到？其实不然，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智慧的。当脊椎开始变得歪斜，椎间盘开始突出，甚至神经根开始受压迫的时候，它早就通过各种信号向我们发出了警告。好，只是很多时候，这些信号被我们当成了颈椎酸软、年纪大了，或者是坐着累了，从而轻易地忽略了。今天我就想帮大家把这些被忽视的信号一个个揪出来，特别是发生在脖子和肩膀的那个最明显、最容易被误诊的信号。在进入主题前，如果大家关心自己和家人的脊柱健康，请先点击下方的关注按钮，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关于脊柱保健的实用知识了。在这里，我们只分享那些真实有效、经过验证的脊柱保养方法，很少会夸大其词或者贩卖焦虑。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想法，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最直接的鼓励。也欢迎大家分享您在脊柱保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咱们不妨先来做一个脖子和肩膀的自我评估。请您回想一下，或者是今天就做一个测试。当您长时间看手机或者电脑，维持低头的姿态40分钟以上，然后突然抬起头的时候，您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是一个脊柱健康的人该有的，颈部灵活，转动顺畅，没有任何不适感，感觉脑子特别清醒？还是说您会感觉到脖子和肩膀有一种酸软无力的感觉，像是一夜之间脖子老了10岁一样？有时候甚至伴随着一种刺痛感，从脖子一直放射到肩膀、手臂，甚至指尖。这种感觉往往需要您转动脖子好一会儿，或者做肩部放松运动，甚至要贴膏药、做按摩、找人推拿，那颈部和肩膀的疼痛才能慢慢缓解。而且到了晚上，这种酸痛感会加重。更有意思也更具迷惑性的是，这类朋友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白天的时候，尤其是工作忙碌的时候，颈肩的不适感似乎不太明显，反倒是到了晚上，特别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脖子开始酸胀起来，有时候甚至转动脖子都会发出咔咔的声响，翻身的时候脖子还会突然卡住。这种白天忙了忘了，晚上才开始疼的现象，千万别以为是自己没休息好，这恰恰是脊柱在发出信号，告诉您它已经疲劳过度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白天还好，晚上加重的怪现象呢？咱们得从脊柱和颈椎的工作原理说起。白天当我们工作、活动、忙碌的时候，脖子虽然在被过度使用，比如长时间低头、长时间盯屏幕，但是此时我们的大脑处于兴奋状态，神经系统在应激状态，实际上对疼痛信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就像我们全神贯注的工作时，往往不会察觉到饥饿和疲劳，但到了晚上，当我们的交感神经开始放松，副交感神经开始激活，大脑从应激状态切换到休息状态的时候，此时身体对疼痛的感知反而增强了，加上白天积累的肌肉紧张和炎症，在晚上就会集中爆发。这就导致很多人明明白天没事，晚上睡觉的时候却被颈肩疼痛折腾得辗转反侧。这是脊柱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您，它的负荷已经超出承受能力了。除了脖子和肩膀的酸痛那个最明显的信号之外，脊柱问题其实像个无处不在的隐患，它还会通过身体的其他4个方面，悄悄渗透进我们日常的每个角落。这些细节往往因为太过隐蔽，太容易被当成疲劳、衰老或者其他原因，而被咱们大多数人给忽略了。今天就把这4个被掩盖的真相给您一个个扒开。
咱们这就接着往下细看，您不妨一边听，一边也在心里默默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到底占了几条，咱们也好做到心中有数。这第一个让很多人中招的就是经常性的头晕头昏，而且这种头晕绝对不是咱们平时说的那种站起来有点眼花的短暂不适感，它是那种整天昏昏沉沉，感觉脑子不清楚，思维迟钝，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持久性困扰，甚至像是脑子里灌了一团浆糊，想什么事都费劲。您可能会反驳我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谁没有过头晕啊？可能就是血糖低，没睡好，工作累着了。没错，咱们得承认，正常人在过度疲劳、睡眠不足或者饭点没吃饭的时候，确实会感到头晕目眩。但是对于脊柱正常的人来说，这种头晕一旦去休息、去吃饭、去喝点水、去睡眠充足，马上就能彻底缓解，大脑能迅速恢复清醒和警惕，思路又变清晰了。但是对于颈椎有问题的人来说，情况完全不一样。他们的颈椎因为长期的不良姿态、肌肉紧张，甚至椎间盘突出，会直接压迫或者挤压供应大脑的血管，尤其是椎动脉。这条血管负责给大脑后部供血，当它被压迫时，血流就会显著减少，大脑供血严重不足，这种缺血性头晕就来了。最恐怖的是，即便您再怎么休息，再怎么睡觉，再怎么吃饭，只要脊柱的结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种头晕就会反复发作，频繁打扰您的生活，有时候还会伴随着颈部的疼痛和僵硬，转动脖子时疼痛会明显加重，低头时间长了头晕加重，甚至转身的时候都能感受到眩晕感。如果您发现自己经常被这种头晕困扰，特别是低头时间长了之后头晕明显加重，那真的要警惕了，您的颈椎可能已经开始压迫血管或神经了。第二个表现是手臂酸软无力，甚至指尖发麻发胀。很多人来了年纪以后，经常跟我抱怨，我现在是真的力气没了，以前端着满满一大桶水拖地，一整天没问题，现在不行了，才拿一会儿东西，手臂就开始酸得不行，甚至有时候手指会莫名的发麻，像是被蚂蚁叮咬一样，还特别容易出现手指间冰凉的现象。这种酸软的感觉会从脖子一路放射到肩膀、手臂，甚至延伸到手指间，握个筷子都费劲。很多人以为这是手臂肌肉退化了，年纪大了力气自然少了，其实这背后的根源很可能就是颈椎压迫了神经。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脊柱的每一节椎骨之间都有神经根穿出，这些神经负责感知和控制上肢的所有活动。当颈椎变得歪斜，椎间盘向外突出时，就像一个垫子从正确的位置凸了出来，神经根就会被直接压迫。这种压迫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神经的传导速度下降，大脑发出的命令传得慢，肌肉的力量就下来了；二是压迫引起了神经的炎症和疼痛信号，所以您就会感到酸软、无力，甚至疼痛和麻木。对于脊柱健康的人来说，手臂酸软通常只是由于肌肉过度使用导致的乳酸堆积，充分放松就能缓解。但是对于颈椎有问题的人来说，这种酸软可能会持续存在，因为压迫在那儿没有解除，没有任何休息能彻底消除这种症状。更严重的是，如果这种压迫持续很久，神经就可能会发生退行性病变，最后导致手臂、手指的肌肉萎缩，力量永久性丧失。如果您发现自己提东西时间稍长就酸软，甚至经常感觉手指发麻或者无力，那您的颈椎可能已经开始压迫神经根了。第三个表现是眼睛容易疲劳、视物模糊，甚至视力下降。很多人到了这个岁数，眼睛多少都有点毛病，一旦看不清楚了，就以为是该配眼镜了，或者觉得是眼睛老化了。其实由颈椎问题导致的视力问题和普通的屈光不正有着本质的区别。屈光不正是持久的、稳定的，但颈椎压迫导致的视力问题往往是阵发性的，还伴随着眼睛的酸胀感，有时候甚至会有眼睛胀痛的感觉。这是因为颈椎的问题会导致大脑供血不足。眼睛是极度耗能的器官，缺血一点点它就立即反应，而且脊柱的上段，特别是颈椎，还与眼睛的调节神经有着直接的联系。当颈椎错位或者错位时，这些神经就会受到刺激，眼睛的调节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您就会感到视物模糊。工作的时候，假如要用眼睛1小时，然后一转脖子，嗖，
眼前突然模糊了，这就是典型的颈椎影响眼睛的表现。如果您发现自己最近眼睛特别容易疲劳，看东西模糊，甚至眼睛胀痛，但是验光的时候又查不出什么问题，那您就要考虑是不是颈椎惹的祸了。第4个表现是失眠和睡眠质量下降。很多人以为失眠就是心里有事，压力大，其实颈椎问题也是失眠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入睡困难、易醒、浅睡眠这种类型的失眠。颈椎有问题的人特别容易在半夜被脖子和肩膀的酸痛惊醒。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躺下睡觉时，脖子的支撑不但会加重颈椎的压迫，就像一个本来就受伤的部位，现在又被压了一下，所以很多人刚躺下没多久，就开始感觉脖子不舒服，必须要换个姿势，调整枕头，反复这样折腾，最后根本睡不着，而且即便睡着了，脖子的疼痛也会侵入梦境，导致做梦频繁，一点声音，一个翻身就被疼痛惊醒了。这种质量极差的睡眠，反过来又会加重颈椎的问题，因为睡眠不足时，身体无法有效地修复受损的组织，肌肉就得不到充分的放松，第二天起床时，脖子就更僵硬了，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5个表现是上背部和腰部的酸痛。很多人只知道颈椎有问题会导致脖子疼，其实颈椎问题最后会逐步影响整个脊柱，因为脊柱是一个整体，上面的椎骨错位了，下面的椎骨就要增加负荷来代偿，长期这样，上背部就会开始酸痛，甚至腰部都会跟着难受。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自己的脖子没有特别疼，但是背部和腰部反而疼得厉害。这种疼痛往往被人误认为是腰肌劳损、背部肌肉疲劳，其实根源在上面，在颈椎。只有解决了颈椎的问题，才能真正缓解下面的代偿性疼痛。如果您发现自己既有颈肩疼痛，又有上背或腰部疼痛，那这种多阶段的脊柱问题已经需要认真对待了。所以朋友们，咱们把这5个信号，头晕头昏、手臂酸软发麻、眼睛疲劳视物模糊、失眠睡眠质量差、上背腰部酸痛，都给您捋了一遍。这每一个信号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就像是环环相扣的齿轮，这个中心的齿轮就是脊柱的结构问题。如果您发现自己占了其中一条，可能还说明不了大问题，可能是偶然现象。但如果您发现自己占了2条、3条甚至5条全中，那真的要严肃地提醒您，您的脊柱可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错位或退行性改变，您的神经系统正在承受着长期的压迫，中风、瘫痪的风险正在悄悄临近。讲了这么多症状，很多朋友可能心里已经开始犯嘀咕了，这脊柱问题，如果不去管它，到底会有多大的危害呢？朋友们，如果您这么想，那可就太低估这个隐形杀手了。脊柱问题，它不仅仅是让您颈肩疼痛不舒服，它是在给您的身体埋下一颗定时炸弹，而且是那种会让您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的炸弹。咱们来捋一捋这个过程。当颈椎长期压迫椎动脉和神经时，血流量就会逐渐减少，供应大脑的血液就逐步减少了。最开始是头晕、记忆力下降、睡眠变差，慢慢的，大脑的某些区域就会因为长期缺血而发生坏死，这就是脑梗。如果压迫的是脊髓，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脊髓是连接大脑和身体的信息通道，是身体最重要的神经通路。一旦脊髓受到长期压迫，脑子再聪明的命令，下肢也收不到了，上肢也动不了了，最后就是瘫痪。这些病哪一个不是夺命的？哪一个不是让人生活质量急剧下降的？而且即便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长期的脊柱问题导致的神经压迫，也会让您的免疫系统崩溃、内分泌失调、胃肠道功能受损、心律不齐。所以说，脊柱问题是中风、瘫痪的前兆，必须在它真正发作之前就把它控制住。那么面对这个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时刻在作祟的脊柱问题，我们是不是就束手无策了呢？当然不是，只要我们把生活中的这4件事做好，就能像给脊柱做复位一样，把咱们的脊椎重新调整到正常位置，让它重新支撑我们的生活。第一件事，也是最简单、成本最低、效果却最显著的一件事，就是学会正确的坐姿和正确的低头角度。现代人的脊柱问题，十有八九都是由于长期的不良姿态导致的，
但是正确的姿态到底是什么呢？首先，您的头部应该是正对着肩膀的，而不是向前倾。很多人看手机、用电脑的时候，头会自然地向前伸，这样时间一长，颈椎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和拉扯。因为头部每向前倾1厘米，颈椎承受的压力就增加好几倍，这是有数据支持的。所以首先要改正的就是这个头部前倾的坏习惯。其次，腰部要有支撑，不要窝在沙发里，也不要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态不动。建议每隔30分钟就站起来走动一下，转转脖子，做做活动，轻轻放松肩膀，这样可以大大减轻脊柱的负荷和压迫。长期坚持，您会发现颈肩的酸痛症状明显改善，甚至可以完全消失，而且工作效率反而还提高了。第二件事是坚持做脊柱保健操和颈椎放松运动。专业的脊柱保健操不仅能够放松紧张的肌肉，还能够帮助脊椎恢复到正确的位置。比如，可以每天做5分钟的颈部拉伸，低头让下巴贴向胸口，然后缓慢地转动脖子，不要急速转动，也不要超过你能承受的范围。还可以做肩部的环形运动，向后转圈，这能够松解肩部的紧张肌肉，减轻对颈椎的压迫。建议早晚各做1次，每次10分钟，坚持3个月，您就会感觉到明显的变化，颈肩不再那么酸软无力了。第三件事是改善您的睡眠环境，特别是枕头的选择。一个不合适的枕头可以毁掉一个好脊柱。枕头太高会导致颈椎过度弯曲，太低又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撑。建议选择一个高度约为8到10厘米，能够填补颈部空隙的枕头，这样可以让颈椎保持在一个中立的位置，不受任何压迫。同时，睡眠姿态也很重要，建议采取仰卧姿态，这样脊柱受到的压力最小。如果习惯侧卧，也要选择支撑性好的枕头，保证头部和脊柱在同一条直线上。好的睡眠环境和正确的睡眠姿态，能够大大改善您的脊柱问题导致的失眠。第4件事是适度运动，但要避免那些会加重脊柱负荷的运动，比如过度低头、过度后仰、剧烈扭转脖子的运动。要远离那些可能伤害脊柱的项目，建议选择游泳、太极、瑜伽这样的柔和运动。游泳尤其好，因为水的浮力能够最大程度地减轻脊柱的负荷，同时水流的阻力又能够有效地锻炼肌肉。坚持每周游泳3次，每次30到40分钟，您会发现不仅脊柱变好了，整个身体的状态都改善了，而且长期运动还能够增加肌肉的力量和耐力，让脊柱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支撑。这是一个良性循环，颈肩的肌肉强壮了，脊柱就有了天然的保护层。朋友们，脊柱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想要把它恢复回去，也不是贴个膏药、做个按摩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把这4件事：改正坐姿、做保健操、改善睡眠、坚持运动，融入到每一天的生活中，变成一种习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脊柱的康复是一场长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哪怕您今天只改正了一个坐姿的细节，只做了5分钟的颈部拉伸，那也是在向脊柱健康迈进。只要坚持下去，您会发现早晨起床不再颈肩疼痛了，工作时脑子更清醒了，手臂不再酸软无力了，睡眠质量也改善了。那种脖子轻松、身体轻盈、精神充沛的感觉，是任何按摩和膏药都买不来的健康。咱们到了这个年纪，不求大富大贵，只求身体硬朗，脊柱健康，不给儿女添麻烦，自己也能多活几年高质量的生活。守住了脊柱的健康，就是守住了生活的质量。希望大家都能重视起这些容易被忽视的身体信号。那看似不起眼的脖子酸痛，其实是脊柱在求救。行动起来，让咱们的脊柱重新变得笔直有力，支撑我们走遍天下。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愿意一直陪在您身边，跟您聊保健讲实话的。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更希望您能把它转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让更多的人受益。咱们下期再见，祝大家脊柱健康，活力满满。